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战争离我们还有多远？朋友们，我这个系列片原本计划做4集，但是现在看内容有点多我把它做成了5集。那么今天呢是第4集，我们来讲美国的崛起以及2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崛起，1630年代开始英国开始有移民往美国迁徙。那最早呢，就是一批被英国教会压迫的清教徒。那当时欧洲大陆新教，比如加尔文教派、路德教派，在荷兰、德国这些商业繁荣的地方都兴起来了。而内陆地区的天主教会呢，是大为光火，非常愤怒。那为了捍卫传统价值他们就组织军队攻打新教教区比如二愣子暴发户西班牙，在这个时候把它当做了自己神圣使命那英国商业化，它的渗透比较彻底，它没有发生传统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这种大规模的战争英国的传统天主教会呢，就吸收了一些新教理念，对商业它比较宽容，但是呢它仍然保留着教会的体制。但是一批经商的最前沿的清教徒他不同意他们坚决反对这个教会的体制。他认为人人都可以与上帝沟通，不需要经过教会教士。那么他们认为经商赚钱是荣耀主的最好方式，是上帝给他们的责任与义务那么当时呢，英国教会就严厉的压迫清教徒，那清教徒呢就逃到北美，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纯洁的、纯粹的清教徒的世界。那当然大家也不要误会你以为清教徒他崇尚个体自由，他们其实是崇尚自己清教徒们的自由，但是对于信仰不一样的，他们也一样是非常排斥甚至打压所以你能看出来对个体自由的认识理解，它是一步步发展进步的，它不是一开始就一步到位的。人们是一开始争取自己的信仰自由，然后若干年后才慢慢接受，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自由。那后来呢，来自英国、欧洲的移民就一浪一浪的涌入美国他们各有各的原因那他们来到美国以后呢，就建立起来一个新社会。新移民确实与原住民印第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经常掠夺原住民的土地，但是它也不是中国教科书里描绘的那样是这个非常惨绝人寰的这个大屠杀。那真正对印第安人带来毁灭性灾难的是欧洲人带来的病毒这个我在第2集里就提到过，死去的印第安人当中大约97%都是病毒瘟疫导致的。那新移民呢，就在美国开始发展农业种植产出主要就是卖给英国。英国不是当时工业制造很厉害吗？大量原材料它就来自于美国那后来由于英国对美国征税太苛刻美国受不了就起义反抗闹独立，那就是1775年的事情了。那英国大部队开过来是把美国一通暴打那上集我们说了，英国当时是世界第1军事强国那军事力量对美国是碾压性的。那美国当时还没有自己的工业你都是农民拿着猎枪但是毕竟美国距离英国本土太远，那美国的面积又太大，所以英国也无法速胜。但是后来呢，英国决定不打了。为什么不打了？因为法国加入进来了，西班牙、荷兰也加入进来了，都来帮着美国打。英国议会就急了，我们就为了一点税款花了几亿英镑去打仗，结果现在变成我们单挑全球，这买卖也太不划算了，赶紧承认他们独立议和。那主战的首相呢就被迫辞职，那于是呢美国就独立了。1812年又发生了一次英美之间的冲突，
那当时英国正在欧洲阻止拿破仑大帝统一欧洲啊，美国就趁机攻打英国。他为什么打英国呢？因为当时英国宣布，谁要是给法国卖东西，就是英国的敌人。那法国宣布，谁给英国卖东西，就是法国的敌人。那美国是两个国家都卖农产品啊，就夹在中间了。那么英国当时就在海上封锁美国的商船，甚至还直接抓美国商船上的这个壮丁去打仗。此外呢，美国还有自己的小算盘，就是要趁机把这个英国占领的加拿大给它夺过来。还有呢，就是美国发现这个英国支持印第安人，阻挠他们向西扩张，所以呢，美国就跟英国宣战了。那结果呢，美国的农民军就被这个英国的工业化这个军事部队打的是落花流水，英军一度打到首都华盛顿，火烧白宫啊。那后来呢，英国议会又讨论了一下，觉得打美国太没意义了，劳民伤财不赚钱，于是他又签和平协议了。你看，从这些过程你就发现了，商业社会、商业国家，它从一开始的野蛮暴力，在一次次的野蛮尝试当中，它逐渐学会了现代文明，它一步步开始协商啊，开始尊重对方，开始放弃暴力。那1800年之后呢，美国就像一个巨大的磁铁，不断的吸引欧洲移民来开辟新生活呀。当时是地比人多呀，所以美国它非常急缺劳动力。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美国的这个国力啊比英国穷，可是呢，美国你要建个工厂，里面的工人工资却比英国还高。那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不愿意当工人，大片的土地在那里等着他们，去当一个农场主啊更划算。那结果呢，美国在1830年以前，它的制造业就很薄弱，主要就是农业和进出口贸易。制造业就是一点纺织业，但是这点纺织业你知道吗？它还是1812年英国跟美国打仗的时候啊，跟英国的这个纺织贸易中断了，它不得不才发展出来一些这个小的纺织作坊。那战争一结束，这英国质优价廉的纺织品又涌入美国了，那美国纺织厂就立刻面临着生存危机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些纺织厂的企业主他们就开始啊要求贸易保护，给英国加关税，要不然我们就破产了。当然他们不说他们要破产，他们说美国的纺织业就要被打垮了。这个做法实际上是让大多数的农民受害，少数的纺织厂老板获益。那这就当然遭遇到广大农场主的反对啊。激烈的时候爆发了南卡罗来纳要独立的这样一个恶性事件，因为那里都是农民啊，受不了，你不让我买英国的这个便宜东西，非要买你的不行。那而且呢，这种关税保护啊，也没有让美国的纺织厂发展起来，因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你这么做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你没有纺织这个比较优势，你当然得不到好果子了。那么美国的制造业最终还是发展起来了，原因是什么？就是铁路的兴起。1830年，铁路技术传入了美国呀，就开始修建铁路。这铁路啊，一下子就把美国内陆大西洋5大湖的这个水运港口啊、陆运这个枢纽全都给它连接起来了。这一下子就降低了整个美国经济的运行成本。于是呢，各地都在热火朝天，大规模修建铁路。而美国的铁轨、火车、机车，它的制造自然就崛起了呀。你这东西没法从英国进口啊，那大老远的，那费用很贵呀。而且美国的地形对铁轨机车它的要求也跟英国不同啊。那所以呢，铁路的制造业产业链就蓬勃发展起来了。铁路网建成以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太大了。这美国广阔的国土被连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啊，那经济的规模效应立刻就爆发出来。铁矿、煤矿、铜矿、农产品、港口、工厂全都连通起来。于是呢，美国的制造业就迅猛发展呀。到了188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产值就超过英国不列颠本土了。那因为英国它还包含着很多殖民地啊，这里不算他们。那这很正常啊。那美国人口规模更大呀，你国土面积那么大，
矿产资源比英国更多，你这个规模经济你就更强啊，你超过英国你是必然的经济规律呀。那这期间，美国一度对英国征收高额关税，好多人都说，那这也是美国崛起一个主要原因。那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美国当时如果没有征收这个高额关税，可能美国的发展会更快更迅速。那当时呢，美国还比较运气，就是英国完全没有对美国采取反制，而是继续对美国实行零关税。那你说这英国怎么这么傻呀？那因为啊，英国当时它已经是高度商业文明的这么一个社会了，它对商业和经济运行的这个机制的理解和认知，超越了世界各国的认知水平。那当时他们就出现了亚当·斯密啊，出现了这个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啊等等啊。那他们就认识到，面对美国加关税，英国不加关税反而对自己更有利。你这么听起来是不是反直觉啊？解释一下，因为你给我的出口产品加关税，已经是伤害我的出口行业的人了。我要是再给你的进口加关税，那就是再伤害一下我的进口行业的人啊。那么我干嘛要损人不利己啊？你加我关税我是挺生气的，但是理性一点，我不加对我反而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呢，英国就坚持不报复。那你说不报复，所以英国它就落后了吗？那不是那么回事儿。英国人家也没有落后，它依然在快速发展，国民的富裕程度与美国不相上下。那当然了，如果美国和英国它是一种敌对国家关系，那我觉得就肯定另当别论了。我相信英国它一定会进行贸易反制的。你看，这一次美国霸主超过英国霸主，没有发生战争，非常和平，非常丝滑。那英国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英国被超过以后也没有衰落呀，而是继续繁荣增长。那很多制造业就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去了，而英国的金融体系在当时仍然是最发达的，它就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资本投资啊，那分享了美国的这个发展的好处。那这就是两个商业文明合作共赢的结果呀，大家都繁荣了呀。那美国是强大起来了，那我为什么不让你强大起来？对我又没坏处，你反而也让我也享受到了好处啊。所以说啊，这个时代发展到这个阶段了，这两个国家都是彻底的成熟的商业文明国家，都信奉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这样的价值观。它已经不是200年前那种具有很野蛮的这种侵略色彩的那么个状态了，所以它没有发生这个帝国更替啊所带来的战争。但是20世纪不是爆发了2次世界大战吗？那是怎么回事啊？那我们继续来讲。两极化、民粹浪潮、独裁与世界大战。那进入20世纪啊，这个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世纪世界发生了2次惨烈的大战，合计死了接近1亿人啊！因为这2次大战而受伤残疾的那就更多了，通常是3到5倍呀。这2次大战的原因是什么？那人类当时为什么会对待彼此是如此的凶残呀？这2次世界大战啊，与帝国更替没有任何关系。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世界大战的原因，然后再总结概括一下人类3000年来的大规模战争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那第1次世界大战之前啊，欧洲各国是什么情况？2点足以概括。第一，社会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当时欧洲各国的用收入衡量的这个基尼系数啊，已经达到了0.5附近，有的甚至高达0.6。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1%的人拥有70%的财富，大约10%的人拥有90%的财富，那剩下90%的人只拥有10%的财富。少数富裕阶层纸醉金迷啊，那是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时光，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底层的民众为他提供各种廉价服务。但对那90%的底层民众来说，
那是艰难的、贫困挣扎的一种生活，没有盼头，没有尽头。那这个巨大的贫富悬殊是怎样形成的？社会经济系统啊，天生就是要向着贫富两极化分布的这么一个复杂系统。这一点在数学上是已经证明了，它被称作幂律分布。你假如一开始大家都是平均分配的状态，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经济的发展，那这个均匀分布它就会向着极化分布过渡。为什么呀？因为第一，人的能力天赋有差异呀，学习掌握知识的水平差异巨大呀，那再加上运气又各有不同，结果总是少数人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积累更多的财富。那第二呢，这些少数人通常会让他们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有钱嘛，他们的下一代会拥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环境、更好的人脉圈，他能力就得到更好的发展，这就会造成一种看不见的社会阶层壁垒，让这个阶层固化。那第三呢，这些少数极其富裕的精英阶层，如果得不到监督约束，他们就会建立一些不公平的制度，来进一步巩固他们的优势地位。那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建立一个由少数精英贵族控制的一种倾向于集权的制度体系。那这种集权倾向的体系，在商业化比较彻底的国家，它会形成商业寡头之间的共和政治。也就是说，贵族之间他们是有投票权，可以商量的决策，下层民众没有投票权。那上层精英呢，就牢牢把控了社会权力。那在商业化不彻底，尤其是农业地主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样的社会，他们就很容易建立起来专制体制，甚至是独裁的皇权体制。那当时的欧洲各国呢，甚至包括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各国没有实现人人有投票权的普选权呀，都在通过一些条件来限制大众的选举权。比如说，你必须得拥有一定财产，你才有权利参与投票、参与社会决策，没有财产没门儿。那这就把社会相当大的一部分穷人给排除在外了。那你说这也有道理啊，因为穷人没文化、没知识社会管理那么复杂，超出他们的认知水平啊，你让他们来投票，那不就很容易陷入群盲政治、群盟政治这个暴民治国的状态吗？听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你如果完全不让穷人参与社会治理，发出他们的声音，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那结果就是没人捍卫他们的利益，而那些不受约束的少数精英群体就会制定不公平的制度，来进一步掠夺底层的穷人，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啊。那所以，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它必须是一个民主加共和的双重权力架构。那一方面，让底层的广大民众有渠道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让他们可以制约精英阶层去作恶。那另一方面呢，要把复杂的社会决策交给精英专家来做，避免让这个群盟来做决策引发这个暴民政治。能够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最好的民主制度，就是英联邦的议会民主制。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将来我深入讲解英国这个神奇的国度的时候呢，再展开讲。那工业化从1760年代开始轰轰烈烈发展了150年呀，财富两极分化就越来越厉害呀，企业大地主越来越富裕，穷人越来越难以实现阶层跨越。那当时也没有遗产税甚至连所得税都没有，累进税率那更是没有。那社会没有财富二次调节分配，富人可以把他们的所有财富分毫不少的传给下一代，结果就是150年的积累，造成基尼系数提高到岌岌可危的 0.5。 你要清楚财富极端两极化以后，这个社会会进入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动荡状态。广大民众内心充满憋屈和愤怒他们过得很艰难，
就很容易引发仇恨的浪潮。这个仇恨指向谁，谁就要完蛋。当时就出现一个思潮啊，就是社会主义啊。它本质上那就是把仇恨指向富人嘛。这个思潮产生的一个集大成者就是马克思嘛。他洋洋万言的这个《资本论》，核心就是一个结论：你们这么穷，都是那些资本家和地主把你们的这个劳动创造的财富都抢走了，剥削你们，你们赶紧实行暴力革命，把财富都抢回来。那毛泽东早就说透了。那毛泽东多聪明啊！他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造反有理。你看，社会主义把仇恨就指向了企业主和地主。那最先受到这个影响的是法国呀，法国它就发生了大革命啊，残忍血腥啊，穷人起来把这个上层精英给他砍头革命呀。那法国大革命后来被镇压下去了。那欧洲各国呀都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为洪水猛兽啊，太可怕了。这富人精英他不愿意失去财富和生命啊，四处扑火灭火，试图消灭这个可怕的幽灵。那这个幽灵你说为什么存在？那不就是因为有两极化这个土壤吗？那到后来呢，上层精英们终于掌握了一个新的武器来对付马克思的这个思潮。什么武器？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啊，在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上是原本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老百姓也压根没有把自己定位成，我是这个法国的民族啊，你是德意志民族，没有。打仗都是你们国王的事儿，帮你们打仗，你们要给我付工资。那国王贵族之间也是互相通婚的啊，这个国家的国王可以同时做另一个国家的国王。但是呢，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就诞生了。当时国王被干掉了，精英被打跑了，那现在怎么办？怎么治理社会啊？那革命者呢就喊出来：你们都是法兰西人。什么是法兰西？这老百姓也不知道。要团结起来对抗外敌啊！要光荣法兰西。这个民族主义的概念就出现了。那后来拿破仑发现这个绝活还真好使啊，他就用这个工具来动员法国人去给他打仗，去给他卖命。法兰西人是最优秀的，我们要为法兰西民族而战。这什么是法兰西啊？这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但是老百姓听了这个词儿就觉得特别过瘾啊，浑身就特别亢奋，就跟嗑了药一样。但纷纷啊都跟着拿破仑去打欧洲其他国家。那欧洲各国的皇帝、君主、贵族们一下子开窍了，我靠，这东西这么好使啊！于是呢，各国都开始鼓噪玩弄民族主义这个工具。那后来呢，那这个东西呢就成为转移仇恨的绝妙药水。你马克思不是把民众的仇恨引向本国的这个企业主统治者吗？现在他们用这个民族主义的药水把老百姓猛灌啊，给他把仇恨引向其他的民族。比如说，我们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我们四面都被劣等民族包围着，我们过得惨就是因为他们不公正的对待我们。法国人说我们法兰西民族啊，都是那个德意志那个民族，那个劣等的民族怎么样。那或者呢，他在国内把他引向某个少数族群啊，说都是犹太人抢走了我们的财富啊，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弄死他们。就在这样的鼓噪宣传当中，贫穷的老百姓内心积压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这个仇恨和怒火就被点燃了。他们想改变现状，但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么惨。现在统治精英们告诉他们说，外国人让他们过得这么惨，犹太人让他们过得这么惨，那咱们就去干他们去，把他们的财产抢过来。于是全民亢奋，歇斯底里呀。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宣战的时候，你知道吗？伦敦、巴黎、柏林街头上底层民众兴高采烈走上街头庆祝开战呀。那顶层的那些富裕的精英们呢，他们心里门清，清楚得很呀。那历史记录啊，他们当时就感叹呀，
我们要么去跟别的国家打仗，要么我们就得被他们，就是这些底层民众给革命，我们总得选一条路走。那于是呢，各国都亢奋地投入到了血腥屠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打死了2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那同时呢，它又夹杂着金本位的危害。那一战结束呢，各国严酷地压着德国要他赔款啊，德国被勒得喘不过气来，国内通货膨胀创造了人类历史记录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水平。那结果一场大危机拯救了德国。那1933年，金本位它的破坏性威力爆发出来啊！我在这个视频里深入分析过当时的大危机跟金本位之间的关系，那这里不展开。反正啊，就是人们固守金本位啊这个伟大的传统价值，结果各国被拖入了悲惨的经济大危机的深渊，各国民众都陷入了巨大的贫困，国力衰退。那当时德国你知道吗？它因祸得福啊，它的经济是率先崛起，突飞猛进的强大起来。为啥呀？因为德国在整个那个1920年代不停的赔款啊，那叫一个惨啊！你国内的黄金全被外国人给掏空了，没有黄金，你德国当然不会固守金本位了呀。所以德国早早的就抛弃了金本位，大规模的用纸币进行交易，货币供应量是大幅扩张，结果这个经济就蓬勃兴旺的发展起来。到二战之前，德国的钢铁产量是法国的3倍还多呀！你这法国为什么这么惨？因为他当时就特别的二，他就是宣布我要坚决的捍卫传统价值，我要死守金本位。所以各国当中他是最坚决的，他也是遭受经济危机最严重的。德国全民对全欧洲都心怀仇恨啊！过去10几年，你们可是把我们压迫惨了呀！那现在看着各国都穷成那个惨样，这个民族主义啊情绪就在德国这个甚嚣尘上。那希特勒也是运用民族主义玩弄民粹的大师啊！我们是最优秀的种族，纯种雅利安人，我们要扩张我们的生存空间。那些劣等民族，他们不配享有那些土地。老百姓就亢奋起来，就嗨起来了呀！列队在街上踢正步啊，要向欧洲各国开战。二战爆发了。那这里需要澄清一下，民族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民粹主义。民粹是啥？它就是群盟崛起，它要接管社会啊，但是群盟认知水平低啊，分不清什么对社会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他们就会被邪恶的野心家政客给操控啊！野心家无非就是给他们满脑子灌进去仇恨和愤怒啊，给他们一个敌人让他们恨着，然后把自己塑造成拯救国家的大英雄。你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它的终点就是野心家精心构建的独裁体制。老百姓最终是被卖了，还要给他们数钱，忠心捍卫他的独裁。这里你不要以为只有文化水平低或者学历水平低的人才会表现出来民粹倾向啊，很多高学历高文化的人他一样，他如果在社会科学领域认知水平极低的话，一样是民粹分子。你比如二战时期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普朗克、海森堡，那都是在物理学界响当当的大人物啊，那都是希特勒的铁杆粉丝，直到最后一刻都不悔悟，那还帮着希特勒研究原子弹啊。所以啊，出现这种极端情况的时候，你不能指望铁杆民粹者会醒悟，他们很多人至死都不会。民粹的土壤就是两极分化，底层民众活不下去，又对社会问题没有正确的认知和解决方案，他们就会滑向仇恨与暴力。这个时候就一定有野心家站出来，利用这个民粹的力量。这个邪恶野心家人类历史上从来都不缺，
民粹有时候会包装成爱国主义，有时候会包装成民族主义，还有的时候呢会包装成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同、反穆、反移民等等。总之就是要激发民众的仇恨出来，只要民众仇恨了，那野心家就可以驾驭着这头毫无理性的庞大的民粹怪兽，给自己建立起来独裁与专制。他运用民粹的暴力，直到哪儿摧毁哪儿。杀死两极化与世界和平。二战之后在死掉1亿人之后，人类终于算是醒悟了。他们意识到贫富两极化才是造成大规模战争的真正的罪魁祸首。苏联革命了，依靠马克思那套东西鼓励民粹，建立起来独裁政体欧洲害怕美国也害怕当时苏联大规模向战后经济凋敝很艰难的欧洲国家输出革命，那老百姓很穷但是咱说了，这是民粹的很好的土壤那苏联就来输出仇恨，号召大家继续革命，跟苏联走，实际就是跟着他建立独裁政体。于是呢，欧美痛定思痛就干了这么几件改变历史的伟大事件。第一，美国出钱出技术，帮着欧洲赶紧复兴起来，繁荣起来，富裕起来否则在苏联的这一通民粹鼓动之下，说不定哪一天老百姓又拿起枪杆子要干仗了。那当时希腊已经在苏联共产党这个鼓动之下，已经处在内战边缘了，所以马歇尔计划就横空出世，美国人慷慨支持不计成本，欧洲经济就快速繁荣。所以欧洲人对美国这段时期的巨大无偿援助，那真是非常感激的。那第二呢，就是对贫富分化痛下杀手。这是今天很少人提及的重大历史事件。欧美国家分别实行了极高的累进制所得税和遗产税。美国1937到1950年的所得税率，你知道是多少吗？90%多你能想象吗？那是罗斯福总统强力推行的。英国、法国、西德也一样，不约而同实行70%以上的遗产税。英国的所得税率最高的一档达到了98%那今天的人们都无法想象了。同时呢，政府用这些收来的税款给穷人们提供福利给他们免费医疗、免费的教育、廉租房、失业救济，投入资金改善他们孩子所受到的教育等等。结果呢，这欧美国家的基尼系数经历了30年，迅速下降到了 0.3。那这个时候，前1%的人口只占社会财富的20%了。你这才有了欧美社会中产阶级的崛起欧美的社会才变成了稳定的橄榄型形态。在这个局面下，低收入群体他因为有福利，他过得不错他不会有仇恨。关键是他们下一代能享受不错的教育，他们的孩子就不会陷在低认知的这种贫困陷阱里爬不出来。他们的孩子认知水平、收入水平都会不错，所以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更理性、更文明、更道德、更和谐、更稳定，不会发生革命，不会发生国家之间的大战。那欧美社会为什么在二战后能够安享80年的和平与繁荣杀死两极化，这是根基那这期间你再看苏联、中国、伊朗、朝鲜等等这些国家，依然陷入严重的贫富两极化和集权专制，在这个循环里走不出来，动荡不断，冲突不断。欧美国家为了防范这些国家可能的扩张冲动，他们联合一致，共同防御。而欧美国家之间，战争已经销声匿迹80年。然而世界的发展总是令人意外，不知不觉之间，在过去的40多年里头，美国的贫富两极化问题又重新登场。
这对美国社会内部结构的稳定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美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对立撕裂，而美国这个内部的变化也对世界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冲击。那同时呢，在地球的另一边，一个集权制度下的经济巨人，借助过去30-40年的有限的分权与开放，迅猛的经济崛起。今天他已经不仅是一个经济巨人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巨人。在这个十字路口，整个世界在这两大巨人的博弈中动荡不安。朋友们，今天咱们先讲到这里，下一集也就是最后一集，我们来深入解读当下中美博弈的动荡格局。咱们下期再见。